两种不同的动物一起杂交产生新物种，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。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，杂交技术都已经非常成熟。比如说，马和驴可以杂交，产生的后代能够结合二者的优点，更好地帮助农户完成农业作业。既然如此，鹅和鸭子能否杂交呢？它们的后代能否帮农户增收致富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骡子，那个时候的骡子是帮助人们运输货物的重要工具，也可以被用作战马，因为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杂交物种。那时候的骡子专供王公贵族赏玩。骡子确实结合了马和驴的优点，不仅灵活机动，还吃苦耐劳，一度成为农户们最喜欢的家畜。唯一的缺点就是骡子没有繁衍后代的能力，即使能够成功交配，也无法繁育后代。除了骡子之外，狮虎兽也是杂交产物，是老虎和狮子结合之后的产物。不过，并不是所有的杂交物种都能够像骡子那样吃苦能干，狮虎兽就有一定的基因缺陷，生来体弱，同样没有生育能力。即便如此，科学家们还是在不断研究物种杂交，进行杂交实验。这次的研究对象是鸭和鹅，这两种动物是农村最为常见的家禽。如果把它们放在一起杂交，或许也可以产生更为优秀的品种，但这一切的前提是这两种动物之间没有生殖隔离，这才可以顺利产下后代。鹅和鸭之间是否存在生殖隔离呢？已经有人做过实验，它们产下的后代能否帮助农户增收致富？在我国南方地区，有一种被叫做鸫的家禽，长相似鸭飞鸭，个头比鸭子大，却比鹅小。远远看上去更像鹅，却没有大鹅的长脖子，头上长着个肉球。当地人都将它叫做番鸭。由于它的长相与鹅和鸭极为相似，就像是二者的结合体，因此有人认为番鸭就是鹅和鸭杂交的后代。不过，已经有研究证实，番鸭就是从南美洲和中美洲引进的，并非是鹅和鸭杂交的后代。早在上世纪80年代，研究人员就开始进行鹅和鸭的人工杂交实验。两种动物能否杂交，亲缘关系的远近是关键。鹅和鸭同属于雁形目鸭科动物，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还是比较近的，有杂交的可能性，并且这两种动物自古以来都被饲养在一起，二者之间相处较为和谐，是有可能产下后代的。1978年，宋教授从村民口中得知鸭子和鹅产下了后代，便开始着手研究。他发现，将鹅和鸭子放在一起饲养，当两只鹅在交配的时候，就会刺激到鸭子发情，这个时候雌鸭就会表现出自己的交配需求，和公鹅交配。这种情况下，它们是可以杂交的。鹅和鸭产生的后代整体和鹅更为相似，但头部和声音更像鸭子，产蛋量也比较高。鹅和鸭子能杂交产生新物种，产蛋量极高。既然如此，为何这种新物种没有继续被繁育下去呢？这是否是条致富路？经过长时间的研究，宋教授发现鹅和鸭交配的后代产蛋量更大，抗病能力更强，确实结合了二者的优点。但它们还是有一个最为致命的缺点，那就是受精卵的存活率比较低，很多都无法孵化出来产生后代。不仅如此，能否顺利受精也是个问题。也就是说，鹅鸭后代的出生率和存活率无法得到保证，能否孵化出来或者能否存活下去都要看运气。而鹅鸭的繁育也不容易，需要在鹅和鸭子小的时候就将它们关在一起，仔细了解它们的发情时间，刺激双方在相同的时间发情，引导它们一起交配。总之，这中间会遇到不少麻烦。虽然研究表明它们确实可以杂交，但并不适合大量生产，中间的不确定因素还有很多。既然无法大规模生产，那就更不可能靠它致富了。从另一个方面考虑，虽然市面上一直有农户售卖鹅蛋或者鸭蛋，但这两种蛋的需求量也是比较小的，平时生活中需求量最大的还是鸡蛋。即使鹅鸭后代能顺利繁育出来，市场需求量也不会太高，普通的农户或许无法掌握繁育技术，繁育起来并不简单，再加上没有稳定的销路，生意很难做下去。或许一开始会有人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购买这种鹅鸭蛋，但它还是不足以让农户致富。